這個是伊朗的革命衛隊強烈的反擊，高調宣布擊落了一架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大約10年前，伊朗可能是他們建國以來最優秀的指揮官，也就是革命衛隊 IRGC 的領袖，竟然就是被 MQ-9用地獄火飛彈2枚直接命中而死。MQ-9它今天會在伊朗上空再度被擊落，它的尋找目標是誰？你就會在想啦，他不会沒有事跑到那邊去。穆吉塔巴他說：“美國你去死啊，以色列你去死啊。”他的意思是告訴你说，我打得到，我攔得到，只是我不這樣做而已。好，我們持續關心在中東的戰事。現在伊朗是全面的攤牌了，擊落了美軍的 MQ-9之外，還對 F-35開火。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最新怒嗆美國去死哦，波灣也拒絕當美國的避風港。這是來自於穆吉塔巴的最新發言。那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說伊朗接下來還會祭出更大的一個報復行動，可以在留言區寫下1；如果您認為說伊朗會逐漸的收手的話，可以在留言區寫下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好，3個火線話題呢，今天也会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一邊呢，我們看到美軍還在跟伊朗談判，但是呢，他對於伊朗的攻擊卻是持續的，尤其是針對南部地區了，飛彈陣地還有他的水雷艇都發動了攻擊。那美國說這個叫做自衛打擊。那還是他其實是因為談判已經失效了，所以做一個軍事升級的一個動作呢？再來看到伊朗的報復行動，不只是擊落了 MQ-9無人機之外，剛剛講了嘛，最高領袖還放話，這個對美國喊話之外，還說波灣不再是美國的避風港，甚至直接在軍事行動上面直接對 F-35還有這一款 RQ-4全球鷹無人機開火，中東局勢會不會進入下一波的新的升級衝突呢？好，最後來會關心的事情是，美伊談判其實呢談到現在最關鍵的問題其實是濃縮鈾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一些的進度。伊朗說了最新消息說，接下來他可能會把他的高濃縮鈾交給中國大陸來做保管。如果真的成真了，川普有可能去接受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來關心到的是，美伊還在談判之際，我們看到美國方面就已經對伊朗做出了攻擊。那麼立刻的，伊朗革命衛隊有了最新的反擊動作。我們來看一看現場的最新畫面。好，這個是伊朗的革命衛隊強烈的反擊，高調宣布擊落了一架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還直接公開了這一段擊落的畫面。除了剛剛我們看到的 MQ-9死神無人機之外，伊朗的反制動作還包括了這個對 F-35還有這一款無人機來做射擊、做開火。那穆吉塔巴現在是持續的喊話，他說呢，波灣不再是美國的避風港。那麼外界也解讀說，接下來談判是會繼續進行的，但是伊朗的對的報復絕對不會退讓。那一開始節目怎麼請華幹哥來幫我們看？伊朗他不斷的強調要做對等報復，然後呢，他又去擊落了 MQ-9。現在大家把它視為說，難道只是一個前菜嗎？接下來還會有其他的軍事動作嗎？幹哥怎麼看？美國前一天才剛剛這個去這個攻擊了阿巴斯港啊，對不對？那個伊朗的水雷艇啊，他說因為這是最後的威脅，就是現在目前伊朗的那個水雷艇在波斯灣還有布雷的可能，所以他們集成了2艘，然後也對於沿岸的這個飛彈陣地呢進行了攻擊。可是伊朗今天馬上就公布了他們擊落 MQ-9的影片啊。我說句實在話 ，MQ-9這個無人機被擊落的意義很重大。為什麼？來提醒大家一下，大約10年前，伊朗最負盛名的，可能是他們建國以來最優秀的指揮官，也就是革命衛隊 IRGC 的領袖蘇萊曼尼少將，他在巴格達機場啊，他是伊朗革命衛隊領袖，但是他在巴格達機場竟然就是被 MQ-9用地獄火飛彈2枚直接命中而死。所以說 MQ-9他今天會在伊朗上空再度被擊落，他的尋找目標是誰？你就會在想啦，他不會沒有事跑到那邊去的，因為 MQ-9不像一般的自殺無人機，它既不是柳葉刀，它也不是彈簧刀，它是高空偵察與攻擊型無人機。這一架無人機很貴的，因為它的單價要到5000萬美金。
然後他身上最多可以帶8枚地獄火飛彈，它是百發百中的一種攻擊武器，滯空時間可以長達8個小時。所以你說說看，伊朗公布的這個畫面，就代表說他用的是什麼？我的揣測是紅旗9型，因為只有紅旗9能夠打到這麼高的高度，大約在4萬英尺高空去攔截死神無人機，這只有中國提供的紅旗9才能夠打得到。另外一種紅旗19，那是相當於薩德系統，也就是更加的高空啊。那所以說，但是2個不一樣的系統，我認為只有紅旗9能夠把這個死神給打下來。然後伊朗他也宣布了，他對於侵犯領空的另外一架 RQ-4 全球鷹無人機進行了攻擊，然後致使他什麼落荒而逃。另外還有一架 F-35，但這兩者呢，那攔截程度就更困難了。為什麼？因為 RQ-4 比死神還要飛得更高，它可以飛到5萬尺高空。如果今天伊朗你能夠攔得到 RQ-4 的話，那它是全球鷹，因為它可以滯空12個小時，非常久的那個單價都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種可犧牲的無人機可以比擬的。所以你真的攔到了 RQ-4，請把影片給我們所有人看，這樣可以誇耀我們革命衛隊的實力嘛，對不對？甚至你還趕走了 F-35，哇，那不簡單的，匿蹤戰機你都抓到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今天 IRGC 有這麼的這個神勇威武的話，應該把這些畫面就是說釋出給不管是半島電視或者是我們其他的這些平台來看一下，就是說，可見得革命衛隊它既然還是有它攔截美國終端的這個空中力量的一種實力，這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情。如果說真的這些飛機被你打跑了的話，代表說你有攔得到他們的機會，這件事情的意義上面非常的大。所以穆吉塔巴也就是現任的伊朗最高領袖，他說，Go to hell， 美國你去死啊！以色列你去死啊！他說 Go to hell， 是不是他因為這樣子有了底氣呢？他的意思是告訴你說，我打得到，我攔得到，只是我不這樣做而已。可見得美伊之間的較勁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其實後面可能會更加精彩。好，所以這一場軍事衝突有沒有可能升溫哦？至少我們看到這個伊朗的態度已經表明得非常的強硬。那是不是波灣國家現在在中東的波灣國家看到了目前的情勢，所以在態度上面、戰略態度上面是不是有開始轉向？我們也好像觀察到了類似這樣子的一個跡象。所以呢，我們看到此刻在這個時候敏感的時候，川普繼續的推他的這個亞伯拉罕協議，要求多個國家繼續呢跟以色列的關係，希望能夠比較正常化。那這些他要求的國家包括了有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約旦等等。他甚至還說，伊朗啊，你未來還是很有機會可以加入的。那我們也看到波灣國家有幾個已經開始出來表態了。首先出來表態的是巴基斯坦，直接拒絕說加入這個協議。再來就是沙烏地，他就說呢，這個如果巴勒斯坦無法正常建國的話，他也不想要去加入這樣子的一個協議。現在其實海灣國家最擔心的事情就是說，過去美國其實可以保護他們，但現在好像感覺呢，在這場美伊戰事裡面來看的話，他們反而變成擁有美軍基地，變成了美國的箭靶哦。那另外一方面，伊朗的總統不斷的跟這些中東國家地區的這些盟友來通話。首先，他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喊話之外，還跟埃及總統通話，一直強調兄弟情誼。來看一下目前這些中東海灣國家他們的態度，漢庭怎麼看？川普很厲害啊，因为他直接說要求大家強制來簽。那怎麼強制呢？結果沒人理他啊，唯一能夠出來表態的幾個都說他不願意。那為什麼川普要做這件事情？就因為現在戰事進展不順利，他總要找一個可以成功的點。如果他真的讓大家來簽，他贏麻了。那再來呢？這也是給以色列一個交代嘛。他如果希望能夠讓戰事順利的結束，好像有點對不起以色列啊。那不如大家來簽這個協議，這個協議對以色列是比較有利的。那而且呢，就算簽不成，幹嘛呢？沒關係，反正本來就是沒有的東西啊。如果能多贏一件事情，就多贏一件事情。
但這反而能夠看得出來海灣國家對美國的不信任。為什麼呢？因為過去以來，中東這些國家對美國的信賴基礎就是你們在我的土地上駐軍，对吧？我跟你們買軍火、買美債，那你們要來保我平安。但現在呢，這個美軍基地已經未必等於平安了，而且變成伊朗第一波的打擊清單，包含卡達、科威特、巴林、阿聯都被打了。那過去承諾美國會優先保護盟友，現在來看，你好像也沒有保護我們啊！而且你在發動戰爭，你也沒有先告訴我們，等於直接把我们推入火坑啊！而且以前覺得美國跟以色列可能地位差不多，或美國可以稍微壓制一下以色列，現在看起來好像美國完全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所以這已經不是叫海灣國家懷疑美國了，而是親眼看見這個保險根本就沒有用。所以才會這麼多的國家都譴責啊，不僅是譴責美國的這麼作為，而且就連現在呢積極在穿梭美國和伊朗和平的巴基斯坦，他也不願意來配合美國這個無理取鬧的這個條件。所以如果問說未來這個美軍的駐軍還會不會恢復到原有的規模呢？短期肯定是不敢啊，長期呢會縮減。你看，像現在哪有一個中東國家、海灣的國家，然後敢在選民面前繼續講啊，這個美軍繼續過來，對吧？我們要擴大這個美軍基地，或者是恢復，沒有嘛？你越恢復，那伊朗就繼續打你嘛。所以伊朗也講得很清楚，哪邊有美軍基地，他就繼續打，而且就是成為潛在的攻擊對象。所以海灣各國當然就害怕繼續被騷擾，繼續被襲擊。所以現在呢，美軍他當然還有的，他不會連夜就被趕回或者是請走，但是長期一定會被禮貌性的邊緣化啊，減少你的部署啊，減少攻擊型的機種啊，然後那如果現在已經被打殘了，他也就慢慢的沒有要等它恢復啊，所以長期來看，一定是什麼？一定是大規模的縮減。畢竟大家害怕的不是什麼伊朗太強，而是怕美國跟以色列繼續亂搞，那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對，所以現在海灣國家的態度，其實大家也在尋求自保哦，尋求一個比較平衡的路線。那我們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說，那到底這個美伊和談有沒有一些的進度呢？現在根據最新消息指出，其實關鍵問題還是卡在濃縮鈾的問題。那現在伊朗方面已經想出一個最新的方法，能不能就此來做一個折中的方法呢？就是他們打算接下來把這一些高濃縮鈾放到中國大陸去，但是重點來了，川普會同意嗎？因為他認為哦，在美國的眼裡，中國大陸跟伊朗的關係非常的好，有經貿上跟外交上面的合作。那玉君又怎麼看？這個可能是這個川普最痛的那條神經吧。就是他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對，因為對他來說，中東是他一個戰略的堡壘就是他這個石油美元的基礎。那你看，川普他在國家戰略上，他是希望繼續取得不管是能源或者是海上的這個 choke point 所以在他的這整個邏輯裡面呢，他希望跟以色列合作是一個，然後自己國家的利益是一個。所以他現在選擇的是什麼？一條路是伊朗繼續發展核武，這個相信是美國最不能接受的。第二條路呢，是他如果選擇不跟中國合作，就是說不讓中國進來介入做這個武力擔保者或者和平擔保者，那這個以色列的看法是，如果你跟中國合作，我就會反對你；但如果你不跟中國合作，俄羅斯有沒有這個實力進來做？因為之前的 JCPOA 是俄羅斯做這個擔保人嘛，所以川普還要回去看他自己國家的戰略到底是什麼。他到底要去持續他在選前講的這個聯而治中，還是他認為他這個亞洲重返亞洲到底是不是他一個重中之重？所以我相信他這個騎虎難下，但是這個虎是他自己騎上去的，就是他沒事去惹伊朗，到底是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伊朗他只差一次的核心轉離，他的這個技術就可以變成武器，它可以發展6到10枚的核子武器，而且它的核子武器全部都已經地下化了。地下化就是說，你很難在伊朗不配合的情況下，把這些不管是濃縮鈾或者是核子武器拿出來，除非你是大軍入境嘛。所以這個伊朗希望跟中國合作，其實也不是今天才有啊。2021年他們就簽了這個在2020年、2025年簽的經貿戰略這個合作協議。
中國也投了將近4000億的美金在伊朗，然後呢，他們現在等於就是中國，它不只是它的戰略、軍事，也是它的經濟氧氣筒啊。而且中國在中東呢，我們剛才聽漢庭講，就是美國在中東有一些國家開始不相信它，不是單一的不相信美國，它因為還有另外一個中國進來，中國它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之前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衝突，中國進來做調停者，所以中國在這個中東地區，它是有它的一個這個大家對它的信任感。那再來就是這些國家現在對於川普都極度的不信任嘛，也不知道說川普後的美國會不會繼續的延續它這個阿拉伯漢這個協議哈。所以美國在中東的能力實力是急劇在下退的。那以色列會不會因此看到這個狀況之後呢，就跟美國的這個利益完全的切割？那這個就對於美國來說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問題。那中國現在變成伊朗或者未來更多世界的這個制裁中心的話，我覺得對於中國的崛起，就是東升西降，對於中國是很有利的。此刻美軍的機炮狂掃伊朗的油輪，但是川普不是才說雙方已經要和談了嗎？還有這個14點的備忘錄，現在說是不是會談崩了呢？納坦雅胡看到這個美伊現在戰事好像有要往比較平穩的路線去發展了，於是急着見川普要阻止美伊停戰，能夠有效達成他的目的嗎？另外就是荷姆茲海峽現在要正式進入伊朗的新規定的時代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中東戰火，大家說，是不是有可能畫下句點呢？還是只是換一種打法，變成是更危險的，一邊談一邊來打？今天節目我們特別來做一下解讀，因為呢，川普大肆的宣告說，伊朗已經快要同意達成協議了。難道現在大家在看和平協議的曙光出現了嗎？這一次呢，其實美伊談判一共是談成就這個和談的一些細節，特別有提到幾點重要事項，是說這個是14點的備忘錄當中，美國說伊朗美國說會解除對於伊朗的制裁，並且呢釋放先前他們凍結的資產。雙方現在也說要一起解除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並且來自於美方的說法說要限制伊朗的核計劃，暫停或凍結濃縮鈾，但是伊朗會答應嗎？好，我們再來看到這邊看起來是談得不錯，但是為什麼突然間另一方面美國卻有軍事的動作呢？原因是我們特別看到的是，美國的超級大黃蜂在荷姆茲海峽對伊朗的油輪突然間又開火了，被大家視為說你嘴上說要談判，但是為什麼私底下軍事的行動、軍事的封鎖到現在還不停下來呢？於是呢，我們看到伊朗方面總統非常的憤怒，他說不可能在極限施壓下來談判，他還說美國的條件都只是美國自己單方面的願望清單而已。再來，我們看到的是美伊現在談判和談在即嗎？納坦雅胡可是着急得很，因為呢，根據了解，他事前並不知道美國是否準備要跟伊朗達成了這一場協議，於是他趕緊找川普團隊來會商，怕華府會偷偷的停戰，那他就會無法接受。因為對於以色列來說，伊朗的政權只要沒垮，核能力沒有被徹底摧毀的話，這一場戰爭對於以色列來說就不算是成功了。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的？川普放話，如果伊朗不接受14點的終戰備忘錄，美軍就可能重新發動大規模的空襲。那麼，川普的施壓真的能逼伊朗低頭嗎？還是有可能讓中東陷入更大的戰火當中？賴老師，我覺得陷入更大的戰火的可能性是越來越低了啊，因為伊朗的有價值的軍事目標，事實上是炸無可炸啊，也就是說。伊朗可以炸的軍事目標，如果按照川普所說的，他們已經炸了1萬多個，那至少有2000多處的軍事基地都被炸毀了。那這個是這個在表面上的軍事基地，但是美國所無法摧毀的，就是它放在山洞裡面的這些導彈的導彈庫，還有導彈的基地，還有無人機的無人機庫跟基地等，這些是美國沒有辦法用轟炸的方法可以炸毀的。那換言之，也就是說，美國要炸軍事目標，它本身已經沒有目標可炸。但是伊朗如果要炸美國的軍事目標，還是有目標可炸。因為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基地都還在，
那一些軍事的物資、設備、裝備、設施都還在，那伊朗並沒有完全炸毀，所以美國如果要炸伊朗的軍事目標，真的是炸無可炸，啊，那想炸的炸不到，然後已經被摧毀了，再炸就沒意義了，那就是一個象徵性的意思了，那就是浪費子彈而已，浪費昂貴的炮彈而已。但是伊朗的反擊會讓美國受不了，啊，這已經是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反差。好，那如果說要把這個軍事目標往外擴大，那就是以基礎設施為主了。那主要的就是橋梁，就是發電站，淡水淨化廠是不敢炸的，因為第一個，伊朗它並不完全依賴淡水淨化廠，它80%左右是一般的水庫。我們的自來水廠就可以。那也就是說，淡水淨化廠對伊朗來講依賴度並沒那麼高。可是問題是，如果美國去炸伊朗的這個基礎設施，包括發電站、包括橋梁等等，那伊朗對於海灣國家的基礎設施的反擊，那力道是美國所承受不了，也是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海灣國家所承受不了。所以，如果再用這種威脅要炸的這種方式，我覺得它的效果是很低的了。這是我個人認為戰火在擴大的可能性不高了。是。第二個，這個威脅的效果不高。然後有沒有可能達成協議啊？並不能排除。為什麼？因為目前來看的話，雙方是越來越有共識了，越來越接近協議了。那您看到了，也就是所謂的用解除封鎖赫爾木茲海峽來交換停火，目前看起來已經快要成型了。換言之，也就是說，如果要伊朗完全解除封鎖，那美國就必須要完全停火，而且美國也不能對伊朗有任何封鎖，這個部分已經看起來共識是越來越接近的。那最關鍵的是在於濃縮鈾的問題，可是濃縮鈾伊朗不可能達成美國所要的，是因為川普要濃縮鈾交給他，那這個不可能，伊朗不可能把濃縮鈾交給美國，那伊朗。我覺得不能排除他把濃縮鈾交給中國大陸或是其他的，像俄羅斯，這不能排除。是。但是另外一個有關於稀釋這個濃縮鈾的問題，看起來也越來越接近了。那也就是說，本來美國是要求20年，伊朗是5年或10年，現在往10年或是15年的方向來推。那這一點如果能達成協議的話，那接着就是濃縮鈾的稀釋問題。我倒覺得這次伊朗的外長到中國大陸來訪問的時候，他特別談到中國的態度很明白，不能發展核武，這是底線。那我想在這個部分中，伊朗也承諾了。那因此濃縮鈾的問題的解決也不是沒有解方，所以達成框架協議的可能性已經存在了。好，所以幾個美伊和談這個之前爭議比較大的點哦，現在好像稍稍都有望可以達成一些的共識，不管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解封，或者是有關於這個濃縮鈾的問題。那同樣的問題，楊老師又怎麼看？另外就是有沒有可能本來已經快要達成一定的這個和平談判，但是因為我們剛剛不是看到嗎？這個納坦雅胡突然間又跑去找川普的團隊，是不是要阻止這樣子的一個和平的共識達成？那有沒有可能再一次的把美國拖進這一場戰爭當中？楊老師又怎麼看？這個14點終戰備忘錄，他們就是一頁。1 page 的 MOU，而且14點，那這個其實很符合川普的商業談判技巧。可是呢，又有一些點、一些項目讓你覺得非常具有吸引力，難以拒絕。如果你要全接受，它會是個投降書嗎？還是說這裡面有一些點它變成一個橄欖枝？伊朗現在正在看。我看，據說媒體講 ，CNN 講，伊朗大概要在5月8號的時候會有答覆，這是川普在5月6號所提出來的。那裡面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哈，我們來檢視一下。第一個，他針對濃縮鈾，他說12到15年你不可以發展。那本來美國是要求20年，伊朗是說5年。對。然後呢，濃度他都沒有講。對。現在的你把它運出來給美國或到第三國，所以有第三國選項。對。然後呢，你必須要接受聯合國閃電式的檢查。這個其實如果真的運出來，就運出來了。所以這一點哈，我覺得伊朗對它是有吸引力。哦，但是呢，沒有談到的東西啊？那你接下來可以發展多少比例的濃縮鈾？伊朗曾經說，至少你要讓我發展3.6%，那當然就是用在核電的。
那第二個就是美國願意整個解除數百億美元的制裁，同時解除對能源的封鎖，這就是對港口的這個封鎖解除了。對，而且大家就宣布終戰，然後呢，我們進入到30天的，就是說協商的窗口到西部的這個部分。那如果你跳過這一次1頁的 MOU 啊，你等於就要面對我全面性的攻擊。那這個時候內塔尼亞胡就看到這個14點呢 MOU， 因為很快嘛，因為只有1頁嘛，你一下就看過去，他覺得不夠，我要加碼，所以他還要安全加碼，因為他說不行，他要完全承諾不可以發展核子武器，要把相關的核子設施完全摧毀，因為在14裡面沒有提到這一個項目。我個人認為川普的14點終戰備忘錄沒有提到核子設施或核武。根本上，美國的情報已經知道，伊朗在這個方面其實已經被美國炸得差不多了。而且伊朗這方面一直以來他沒有真的想去做，而且同時，如果你控制它的濃縮鈾有聯合國的檢查，又有第三國的運出的話，其實大概他走核武這條路，大概就可能不容易了。那可是以色列在這邊的加碼提到這一點，看起來好像是為以色列安全在着想，他其實是在攪局。這根本就是攪局，因為這個邏輯就很清楚嘛。可是以色列說啊，那我的安全是因為我們當初打他是說他可能很快的會用核武攻打以色列，你看這種話就隨便他們兩個人講，對不對？那現在內塔尼亞胡要加碼，那變成攪局的情況之下呢，伊朗會可能覺得，美國提的14點裡面其實是漏洞百出，那會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那是不是伊朗的就願意承諾，因為他都沒有提到荷爾姆茲海峽的封鎖的開放，他把它當作這是想當然耳。那事實上，伊朗也開始這麼做，只不過是伊朗有它的管理制度。所以這14點的終戰備忘錄，另外我也覺得可能就是在川普前往北京之前。川習會之前，先要把伊朗再搞定一下，不然我跑到那邊要去跟習近平去要求，那我這個大國的面子就擺不下來，而且我就變成中美共治、中美共管，然後呢，中美共同協調伊朗問題的處理。可是我覺得伊朗可能現在短期內不會這麼明確的回應，他就讓你川習會去討論，因為他覺得中國會比較站在公平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對，離這個川習會的日子其實已經越來越近了。5月14、15號，也就是下個禮拜4就是川習會正式要召開了。那川普這時候很急着，希望能夠趕快解決有關於伊朗的問題。那在同一時間，我們來看到，確實現在雙方還在對峙之下。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中國也就出手來做斡旋了，確保荷姆茲海峽在這邊至少要能夠通行的好吧。那王毅就在北京會見了伊朗的外長，要求說，這個伊朗你要恢復在荷姆茲海峽的通行。確實，我們看到革命衛隊這一次就是非常的果斷，就同意中國了，直接宣布說他會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但是他還是有列出一些新的規定，希望這一些船只能夠採納新的機制。這當中包括他說要新設波斯灣的海峽管理架構，那船只你要來之前必須要先得到來自於伊朗的通行許可。然後伊朗還會指定你可以行駛的航道，如果偏離這邊，伊朗說會遭到我們來自於伊朗的處置。代表荷姆茲海峽未來會安全嗎？還是這一次是因為中國，所以才可以讓伊朗這套荷姆茲海峽的新制成功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美國這一次的這個自由航行的計劃可以說贏了一場戰鬥，但是輸了整個大戰略地緣戰略都整個輸掉。為什麼我說他贏了一場戰鬥？你看他用 F-18戰機對這個伊朗的艦艇來實施機炮掃射。除此之外，在前2天他也說這個擊沉了7艘的伊朗布雷的小船。那雖然說伊朗曾經用導彈攻擊美國的驅逐艦，但是我相信是沒有打到了哈。這個可能以美軍這個艦艇的作戰能力來講的話，它要攔截這種導彈，你除非是超高音速導彈，除非是飽和式的攻擊，不然的話要傷到美國，要打到美國的驅逐艦，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因為它有反艦的這種反導彈的攔截彈哈。另外它還有方陣快炮，可以在近坡的時候將這些導彈這個摧毀掉哈。所以我認為說是在戰鬥方面，美國確實是贏了，可是，在戰略方面卻是輸了，因為
這個整個自由航行的計劃，總共實施不到這個36個小時，川普自己就喊停，代表他做不到嘛？為什麼他做不到？因為所有船東都不信任你講的那些話，你講那些話，你到底是要護航還是不護航？你只是用戰鬥機啊，可是我們船經過，畢竟在水面上面，你必須有軍艦來護航。那你如果說我真的過去，那打你美國軍艦，伊朗打你美國軍艦，他可能傷不到，可是打油輪，他確實可以做得到。所以這個問題到最後還是要回歸到談判來解決。那我看到美國用這種用強力、用軍事威慑的手段，想要逼伊朗就範來開放荷姆茲海峽啊，但是伊朗可以看出來，他完全不就範。這就說為什麼我說美國在戰略方面他是輸了。反而在大戰略方面來講的話，我看到最大的贏家反而是中国大陸，他變成最大贏家，因為我們都曉得，這個伊朗的外長阿拉吉他他整個出訪的行動先到巴基斯坦，後來又到阿曼，最後到俄羅斯，然後現在到了中國跟王毅見了面。那談了什麼？我想說一定是有關荷姆茲海峽開放，還有濃縮鈾處理的問題。那中國立場態度一直是很明確，就是說他不贊成，他也不希望說這個伊朗這個國家發展濃縮鈾，發展成核武，那全世界又多一個核武國家，那對全世界來講都不是一個好的消息。那有關荷姆茲海峽開放，我覺得中國一開始的立場講的就很清楚，不管是美國或者伊朗都不應該封鎖荷姆茲海峽，它畢竟是公海，畢竟是關係到全世界的一個能源會影響到全世界經濟的通膨的這個的影響所以中國在這方面講得很清楚。我想說，在這場會議裡面，他跟王毅跟阿拉吉見面，大概把中國態度表明得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中國可能也會給伊朗一些安全的保障。怎麼講呢？因為伊朗現在最擔心就是說，我都答應你了，我減少濃縮鈾，那誰給我一個國家安全的保證？美國我不信任了，俄羅斯對不對？講話我也不敢相信，他現在畢竟自己還面臨跟俄烏戰爭，那是不是中國在這方面有給伊朗一些，就是說你濃縮鈾減少或者是開放荷姆茲海峽，那我可以讓美國答應某一些條件，那答應什麼條件，就等下禮拜川習會的時候，我想說習近平一定會就這個問題跟川普提出，你應該要給伊朗什麼樣的保證，人家才會怎麼樣。我覺得這是這個折衝協調最好的一個結果。因為荷姆茲海峽上面的擦槍走火，有沒有可能再把這個美伊之間的戰爭再拉回到準戰爭的狀態呢？怎麼回事？美軍有3艘的驅逐艦呢，是在穿越荷姆茲海峽的時候說遭到了伊朗的飛彈、無人機還有快艇3線齊發，對他們做打擊那隨後呢，美軍也是反擊轟炸伊朗的港口，指控呢伊朗是無端為什麼要來發動攻擊呢？我們不是簽了這個停戰協議嗎？我們這個事情來繼續展開跟大家說這個衝突的情況跟一些時間節點好，大概是這樣的。先是伊朗說美國先違反了停火協議，他們打擊了伊朗的2艘油輪。那之後呢，又陸續對這些地方的沿岸做空擊。然後伊朗說，在這些防禦的行動中，他們也擊落了對方的2架敵機。然後伊朗隨着就會用一些導彈無人機打擊到我們上面說的這3艘美國的驅逐艦，並表示呢是有造成艦艇的損傷的是有成功的那美軍隨後又說沒有，我們沒有這個艦艇損傷，然後我們還成功反擊到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的發射中心，並且對這些地區的海軍檢查站遭到了美軍的重創。反正就是一句話，兩邊各說各話，都說自己打到了對方，都說自己是這個正義的一方那我們就持續看到了，明明是有衝突的情況，但是美國總統川普對於這次的事件呢，他卻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認為這只是就是調情式的小打小鬧。我不懂川普式的調情是什麼意思，但他強調目前伊朗的跟美國的停火協議呢仍然是奏效的。所以我首先想請問一下我們侯議員美伊這次互相攻擊，但是在川普總統的口裡似乎就是一個非常小的事情。我們是不是發現呢，他已經進入到一個報喜不報憂的狀態，都是為了之後川習會要登場之前，現在的國際消息只能說好不能說壞，有沒有這樣的狀況？當然目前呢是一個羅生門的有限衝突。你看，这伊朗宣稱是重大的損失對吧？他動用了導彈無人機，重創了美國，讓美國滾蛋。但是美軍卻堅稱是
零傷害啊，表示什麼傷害都沒有啊。但是其他有一些第三方的印證了，比如說美軍確實啊有去空襲了格什姆港啊、阿巴斯港等目標，伊朗呢也擊落了敵對飛行器。那在彼此交火之後呢，大概就恢復正常。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在政治上、宣傳上高調交鋒、低度損傷啊的這個表演式衝突啦，就實際上的損傷其實都蠻有限的。所以雙方都展示了肌肉，但也都極力克制規模，避免滑向全面戰爭。所以呢，真實的戰果是啥呢？就政治上互不相讓啊，但軍事上互有攻防。但最後誰也沒有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其實都還只是在一個過場的狀態。所以川普為什麼要把這一些交火當成是小打小鬧，而且他要講停火是很有效的啊？那他壓力山大。第一個就是國內的政治山，你看伊朗的戰爭已經讓他的支持度跌到最低的狀態，而且高通膨，民怨又上升。第二個呢，就是經濟壓力山大，因為畢竟霍姆茲海峽就導致全球的油價跟通貨膨脹上升，也導致國內的經濟壓力問題大。第三呢，外交也是問題大啊。美伊目前啊正接近一份可能要面臨到停火的這種一頁的備忘錄，對不對？但是到底有或沒有不知道啊，可能到時候川習會，然後還要請中國大陸來幫忙。對，所以現在來說，這些的這種巨大的衝突都是要盡量避免的。都是目前是處於一種很脆弱的休戰契約，就未來如果有，那也是非常脆弱。所以目前最大的美國事情就是川習會。那在川習會跟着習川會，好不好？習川會之前這個停戰的迫切性就非常重要，它就是在跟時間賽跑。因為習川會的時間已經定了，那如果在那之前打得越爛或者越難看，或者美國又被捲下去，哇，那到時候你總不能再延期啊，或者到时候那很顯然的中方一定會對美方的各種要求或幫忙獅子大開口，對吧？你美國自身難保，你求我中國大陸幫忙，對不對？如果美國越早把事情搞定，中國大陸能幫的不多啊，那中國大陸能要的回報當然也不多。是，所以川普就現在就是在跟時間賽跑，怎麼樣能夠在習川會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但最後啊，就是導彈與推特齊飛，戰火共口水一色，都在打嘴炮了。了解。好，這個5月中旬要上場2位元首的會面啊，真的是大家要持續關注。到時候我們節目也會幫大家帶來最嚴謹、最完整的這個剖析。但我們先回到中東這邊，要看另一個關鍵指標，就是要觀察以色列。因為正當川普他不斷釋放說我們跟伊朗的和平協議進展是一切都很順利的這個訊號的同時哦，納坦雅胡這邊呢卻是持續的在對這個黎巴嫩的真主黨等於是往死裡打，等於是公然毀約了。前段時間雙方達成的停火協議呢，納坦雅胡根本就當作沒有這回事，而且持續的放狠話說以色列的長臂將觸及每一個敵人與兇手，擺明就是不要讓美國抽身，不要讓中東的局勢降溫哦，直到以色列的敵人全部死光死絕，他才願意罷休。那黎巴嫩方面也是指控啊，以色列一直對他們這樣狂轟濫炸，已經造成很多無辜老百姓，包括了婦女，包括孩童的死亡，這完全就是把這個風向往戰爭罪的這個風向在帶。所以我想問一下袁老師，納坦雅胡他現在擅自毀約，感覺一副我想打就打，然後這個獵殺真主黨是用既定事實在綁架川普嗎？現在中東全局最不老實的，是不是就是納坦雅胡？對，這個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對納坦雅胡來講的話呢，他一方面是不老實，另外的話呢，他基於他自己國家的利益，這個的話呢，他自己很容易原諒自己。但是世界上所有重視婦女兒童生命的人都不會原諒他。對，我這裡要強調啊，這裡面的話呢，這個重點啊，就是川普現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我們固然是覺得非常好笑，但是實際上對納坦雅胡來講，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徵兆。這個在事前的時候啊，大家都已經知道，美國歷代的總統從小布什開始啊，然後到什麼這個克林頓啊，包含那個奧巴馬啦，或者說是這個布希啊，這個拜登啊什麼的。他們都被納坦雅胡勸告過進軍伊朗，但是沒有一個人聽他的。理由是完全一樣，就是伊朗絕对不能夠擁有核武器。那唯一聽下納坦雅胡的話的就是個傻子，就是川普。這個是大家都現在都已經確定的事實。那另外的話呢，他現在中間的過程當中呢，雖然說是停火，但是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伊朗有一個堅持的條件，就是這個抵抗之虎，就是以大區域當中所有抵抗以色列的部隊，包含了這個你這邊講的真主黨啊。
或者是這個伊拉克的民兵啦，或者敘利亞的民兵啊，甚至包含了哈馬斯啊，或者說是胡塞武裝，這些都叫做抵抗之虎。对伊朗來講，這個都是應該停戰的行列當中。那麼川普答應了沒有用，以色列的話呢，就想盡辦法在這個黎巴嫩南部，也就是以色列北部這邊大肆屠殺，屠殺的人非常，每一天都有上10個人的生命的這個犧牲，而且的話，到目前為止，整個這一波的攻擊120人中包含了婦女跟兒童，這是個非常非常殘忍的事情。那麼接下來當中的話呢，目前為止的態勢，那川普是很想停火啊，所以才講的什麼調情式的小打小鬧，就聽起來都非常好笑。但是呢，他自己覺得時無我与，他面對他的壓力啊，這個我們都已經非常清楚。但是納坦雅胡一樣有壓力，就是說，如果說美國撤退了，那整個中東地區就不是只有以色列一個霸主，那就是有2個霸王了。因為伊朗你要把它收拾掉也不容易。那現在的話呢，如果說是美國要打到伊朗大敗的時候，那非登陸不可。那美國有這個能力嗎？有這個膽量嗎？有這個毅力嗎？有這個能力嗎？都沒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就是懸而未決，就是不打不喊，不打不談，不和不戰的這種局面下，所以說納坦雅胡借這個機會加把勁，一定要伊朗非常非常仇視的情況下拒絕談判，提出了非常嚴格的條件。所以我自己個人會覺得說，如果這場戰爭不停的話呢，我認為川普急急忙忙跑到北京去，應該也沒什麼用處。了解。好，更多這個海峽的軍事話題，我們接着展開。之前川普是高調推出了所謂的自由計劃，說要護航全球的航運啊，我們可以安全順利的通過這個航道。結果沒想到呢，不到36個小時，這件事情就喊停了。雖然說是暫時喊停了，現在被 NBC 爆料說喊停的理由就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跟科威特2位盟友呢，他們拒絕來提供美軍基地跟空域支援了。說白話就是不想再進一步惹怒伊朗，不想再挨飛彈了。好，伊朗這邊有什麼蚊子艦隊這個東西啊，現在改變了這個海戰的規則。什麼東西呢？派出了幾百甚至幾千艘的快速艇哦，搭配無人機、反艦飛彈、海蝕洞的地下基地等等，這樣子傾巢而出，打的就不是一個傳統海戰，而是蜂群消耗戰，可以說把不對稱戰法玩的是淋漓盡致。我想問一下張將軍，戰術這個軍事戰術你是專業的，怎麼分析伊朗蚊子艦隊這一招？還有現在中東盟友他們不願意再押寶美國這件事情，現在伊朗的戰力還是讓中東這些石油國這麼忌憚？因為這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有中東這些國家，如果是支持是挺美國的話，就挺以色列。因為真正的是以色列想打，对，美国被以色列拖住了，現在打了，现在其實川普說實在話，他並不再想大打，對。那現在結果前一陣子這40天的伊朗戰爭一打之後，感覺到沒有這個奏效，現在是停戰協議還在這個當中，停戰當中，只是沒有我們講到永久停戰協議還沒有嘛？那現在就是我們講到了這些國家就是不願意幫助以色列，如果沒有以色列排除以色列，是以美國單獨動手，那這樣子單純多了。我們是幫助美國啊，是，我就這樣子。但是現在不是，所以這個局勢蠻複雜，這個心態非常的微妙。因為以色列在加薩走廊殺了太多的巴勒斯坦人，7萬多人，有將近2萬人是這個小孩子跟老弱婦孺，你怎麼交代？2萬人人命，以色列怎麼解釋？現在又在黎巴嫩還在打。又死了好多的平民，因為他不差異轟炸，炸到了學校，也炸到了醫院，你怎麼去解釋？那現在大家要不要挺以色列？那當然不挺以色列啊。那你現在美國在挺以色列，那我幹嘛要去挺美國？是這個樣啊。這個間接跟直接的這種因素啊是交錯的。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他犯了戰爭罪、種族屠殺罪、人類我們講的違反人類罪是這個樣。那現在我們看哈，就是這個伊朗的蚊子艦隊，他考量到3個，伊朗馬上做調。第一個，這個戰損小，因為他這個所有的這些高速快艇呢，2個人到8個人不等。我損失只是2個人嘛，最多8個人，這看那個艇的大小，還有它的任務的性質，2個到8個人。但是如果但是我的宣傳效果大，他哪怕是一個這個2個人，但是也是一個作戰單位。我說這個就船在跑啊。美國那個驅逐艦隊200多個人，那也是一個單位。是我這2個人呢，也是一個單位。我只有1%的美國軍艦的人力，但是卻是單位大家1比1，只是你大我小。但是這個宣傳效果大，對伊朗來看，我當然用這個啊，對不對？這個第二個呢，它可以引蛇出洞。這個船跑出來的高速到40節，你要攔截還是不要攔截啊？當然要攔截啊。好，飛機或者船或者是這個美國的軍艦，你就暴露高風險。你戰機過來。有沒有地對空飛彈打你？你軍艦過來，我地對艦飛彈
還有無人機對你威脅，你要不要？你都要去面對了，就是引蛇出洞。现在伊朗啊，2个人到8个人啊，会造成美軍這方勞師動眾，大費周章啊，變成事倍功半，要不要？要不要做？所以美軍考量要出動還是不要？要出動，不出動怎麼可以？那我們算不算要去打通荷姆斯海峽？要，那你就要出動。那美軍在這一方面都是大型的軍艦，尤其它遠渡重洋而來。第3個，這些小型的這些快艇啊，螞蟻雄兵啊，都是採取打帶跑，打了就跑掉了。打游擊上面對，可以，你不要看它那個小，它可以發射那個反艦飛彈呢，短程的，我就直接拿短程的反艦飛彈去打你。上面還有機關炮，是這樣子。那你這種打帶跑的形式，造成襲擾戰，對美軍來講是個消耗戰。你要不消耗？要消耗啊！你打他，我頂多犧牲2個人，我就那個船就2個人。但是萬一他這個小型的這個反艦飛彈打到美國，那不得了。他以小博大。對，是這樣子。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打帶跑、以小博大的戰術。所以螞蟻雄兵現在這個伊朗在這邊來用的話，是最好的不對稱作戰，而且我們知道它的。完畢之後躲到那個海，我們叫的，所以那個山洞航道裡面去了。沒辦法，你炸不到，躲進去了。為什麼？它體積小，好進去啊，大船進不去啊。所以伊朗它是採取不對稱戰術，發揮了一定的效果。了解，好，謝謝。